你敢相信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担心领土被别人抢走，但新加坡却在过去60年里，硬生生靠填海给自己造出了一个国家。自1965年建国以来，新加坡硬生生在马六甲海峡的波涛里，给自己填出了25%的额外领土。你知道25%的概念吗？这相当于在浩瀚的海洋上凭空造出了10几个曼哈顿。这听起来像是个工程奇迹，但如果你翻开东南亚的地缘博弈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支撑这个国家存活的每一粒沙子，都曾是周边邻国试图扼住新加坡咽喉的致命武器。想象一下，一个连淡水都要靠邻国施舍的弹丸之地，是如何在半个多世纪里，靠着一船一船的泥沙，生生改写了自己在世界地图上的轮廓。在这个连空气都弥漫着生存焦虑的岛国，填海绝对不仅是几台挖泥船怎么作业的基建科普，而是新加坡如何通过重构物理版图，硬生生把自己从地缘夹缝中填成区域强国的终极生存战。当你明白那些穿梭在夜色中的运沙船在公海上究竟遭遇过什么样的围堵与勒索，当你了解每一寸新生土地背后暗流涌动的大国博弈，你就会真正看懂新加坡这座璀璨繁华的狮城背后隐藏着怎样深不见底的终极焦虑与生存狂飙。很多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平时喝着茶，总会抱怨现在的 BTO 祖屋越建越小，甚至连放个大点的衣柜都成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视角从拥挤的祖屋区拉高，俯视整个国家的版图，你会看到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令人窒息的空间焦虑。1965年被迫独立时，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仅只有可怜的581.5平方公里，退潮时多一点，涨潮时少一点，没有战略纵深，没有自然资源，甚至连装下全部国民和基础工业的地方都捉襟见肘，装甲部队连个像样的演习场都找不到，甚至不得不把军队送到几千公里外的海外去训练。为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新加坡别无选择，只能疯狂地向海要地，甚至向地下深挖几十米去建庞大的地下储油库。到了2024年，这个国家的面积变成了735.7平方公里。你可能会疑惑，既然凭空多出了1/4个国家的面积，为什么普通老百姓的房子还是那么逼仄拥挤？因为这些耗费巨资新填出来的土地根本不是优先拿来盖房子改善民生的，它们变成了樟宜机场不断向外延伸的超长跑道，变成了玉郎岛上日夜轰鸣、火光冲天的炼油厂。要知道，玉郎岛原本只是7个零星的小岛，是新加坡生生用沙子把海面填平，营造出了这个世界级的石化中心。在这个毫无腹地的小红点，每一寸新土地的分配逻辑都极其冷酷且极具战略前瞻性。填海造陆从来不是为了改善个人的居住体验，而是为了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腾出续命的空间，为了在国际产业链中死死咬住一个不可替代的席位。既然要填海，就绝对离不开最基础的原材料——沙子。新加坡常年位居全球人均沙子消耗量的榜首，但这恰恰暴露了它最致命、最容易被拿捏的软肋。沙子在东南亚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建筑材料，而是极其敏感的主权筹码。2007年，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相继宣布对新加坡实施极其严厉的沙子禁运，官方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说是为了环保和防止海岸线退化，但背后的真实逻辑是周边邻国对新加坡经济体量急剧膨胀的深度警惕与战略制衡。那场史无前例的沙子战争，导致新加坡本地大量正在施工的基建项目瞬间停滞，建筑成本一夜之间飙升。一时间，沙子成了比黄金还要抢手的战略物资，甚至催生了庞大的跨国走私网络，黑市上的沙价翻了数倍。这让新加坡高层彻底清醒，在东南亚买沙子本质上是在买地缘政治的通行证。为了破局，新加坡不得不舍近求远，去柬埔寨甚至更远的南亚国家高价买沙，用极高的运输成本换取国家安全的底线。直到2023年，印尼发布了第26号政府条例，时隔20年终于重启了海沙出口。表面上看，这是双边贸易的春暖花开，但如果你仔细去拆解这份条例里极其苛刻的合规要求和动态定价机制，就会发现印尼的高明之处。他们已经把沙子从粗放的商品
变成了长期牵制新加坡的战略工具。从全面封锁转向精准监管交易，新加坡填出来的每一寸新领土，都在暗中支付着极高的政治溢价。每一次扩建，都是在邻国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着小心翼翼的利益博弈。既然代价如此高昂，甚至还要时时刻刻看邻国脸色，新加坡为什么还要像上了发条一样疯狂推进填海工程？答案藏在国家发展部那本无比精明的经济账本里。今天的新加坡有超过60%的 GDP 产出是直接或间接依附在这些人工填出来的土地上的。我们以目前正在大兴土木的大狮港为例，这个预计在2040年代全面建成，未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全自动化码头，几乎完全建立在深海填筑的地基之上。为了在深海中打牢地基，工程师们甚至动用了数百个相当于10层楼高的巨型沉箱，像拼乐高一样在海底筑起钢铁长城。它的设计吞吐量高达惊人的6500万标准箱。新加坡政府的算盘打得极其精明，他们把原本分散在市中心、丹戎、巴格等黄金地段的港口业务全部打包集中到西部的大市。这不仅腾出了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昂贵土地用于顶级的金融和商业开发，更是用大狮港极其庞大的吞吐能力和极高的自动化效率，死死咬住马六甲海峡航运枢纽的绝对控制权。这种用人工重构地理宿命的做法极其反自然，甚至可以说是逆天改命。它向世界证明了，即使没有天然良港的广阔腹地，也能用金钱和技术砸出一个海上帝国的核心引擎。但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今天，填海填出来的不仅是成吨的泥沙，更是国家竞争力的物理护城河。如果不造大狮港，不主动出击，新加坡就会在未来全球航运版图的洗牌中被无情地边缘化，彻底沦为二流港口。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极其沉重且不可逆的环境代价。在距离新加坡咫尺之遥的邻国廖内群岛，长期的掠夺式的海沙开采不仅让大片珍贵的红树林彻底消失，破坏了海洋生态链，甚至让一些微型岛屿直接在雷达和地图上退化、消失，连当地渔民的生计都成了问题。究竟是谁在为新加坡的繁荣买单？这是一个在国际环保组织中经常被严厉讨伐的伦理问题。但残酷的现实是，面对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终极生存威胁，新加坡根本没有任何停下脚步的资本和退路。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这个平均海拔只有15米的低海拔岛国将面临真正的灭顶之灾，市中心繁华的滨海湾将化为一片泽国，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将被海水吞噬。为此，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最新启动了极具野心的东海岸长岛计划。这不仅是向海索要大约800公顷的开发土地，更是要在东海岸外围填出3片巨大的相连的人工岛，形成一个横跨海面的巨型堤坝，并在内部打造一个新的淡水水库。就像当年为了摆脱水资源受制于人，被邻国切断水源的威胁而发明的4大水龙头战略一样，长岛计划是新加坡用极致的系统性工程思维去对抗地理先天不足的又一次史诗级防御战。他们试图用科技和泥沙，在茫茫大海上筑起一道保卫国家命脉的长城。深度盘点到这里，你会发现，新加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每一次填海，本质上都是在向海洋借时间与借空间。通过长达几十年的地理重构和极限微操，这个国家硬生生地把自己从脆弱的地缘夹缝中填成了一个在东南亚乃至全球都不可替代的区域强国。他们用泥沙改写了国运，用填海造就了经济奇迹。但随着周边国家环保意识的全面觉醒，沙子出口政策的日益收紧，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大自然反噬，这场向海要地的极限游戏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人类工程的极限真的能永远胜过大自然的法则吗？当沙子的价格越来越贵，当填海的深度越来越深，新加坡的物理扩张边界到底在哪里？你认为新加坡未来的国土扩张还会面临哪些致命的地缘挑战或者生态危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独到且理性的独立判断。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深度拆解，觉得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给我们点赞支持。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